因为车型才喜欢挖地虎的 Q1，觉得人形也还能看看的 Q2，其实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合体。可乐嘉宾玩具要走心，欢迎收看 TF 生鲜的玩具视频分享。今天我们来玩 SS86 大电影拖斗和吊钩的套装，这两个家伙会出一个套装，我倒是没想到。正面分绘很有感觉，背后是爆炸的背景，但这两个家伙怎么没拿枪呢？是准备逃跑吗？左侧车型展示，但为什么印的是汽车人标志呢？右侧大力神扮凶相，背后的插画是经典名场面，两款玩具人形和车型的展示，变形分别是要17部和19部。来开盒。内包就是这样了，有点简陋，两个主体带有一些合体的部件，背面啥都没有，内容物都在这儿了。配件数量比起银件要少一些，银件背负的压力太大了。说明书是分成2份的，这一份大的就是合体说明书了，它里面包含了6位单体成员的合体步骤，全都在这一张说明书里面了。包括一些配件和武器的玩法也都有了。这张小的是单体的变形，如果大家喜欢从载具形态变成人形的，可以参照它的顺序来。包括一开始收到玩具时需要做一些微调，我呢比较喜欢逆变，给我点时间，我们先看人形。吊钩和拖斗这两个家伙站在一起，刚好形成一个反差，一个胖头陀，一个瘦头陀。人形造型还可以，颜色与之前推出的铲车和推土机保持一致，各自身上也有一些漆面的涂装来增加视觉效果。尺寸方面和铲车与推土机一起来做一下对比，明显是这两个家伙要高出一些，这个身高对比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铲车与推土机大概是14厘米左右，吊钩略高一些15厘米，拖斗是最高的16厘米。他俩拿在手上晃悠，会有一些稀里哗啦的声响，但不是关节松动的声音，是这个轮子稀里哗啦的。分量倒是差不多，我本来以为拖斗应该会重一点，官方不会连这个都要控制吧？又不是抽盲盒，重量还要统一。先来看吊钩，它整体的造型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标志性的一个长长的吊钩，整个的背在后面，像第3只脚一样，也能够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头雕像一个学者一样，同样戴着一顶博士帽，红色的眼睛证明他是个坏人，脸部银色漆面涂装，没有溢漆的现象，身体部分做的比较紧凑，它和队长铲车有点像，整个一块全是紫色的，在腹部的位置有一个不太明显的霸天虎标志，胸口还可以看到有一个连接件的隐藏，细节刻画有一些，但不明显。胳膊上直接就是2个大车轮，吊钩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一个设定。小腿部分从正面来看还好，转到侧面就会发现它这一块护板还是比较大的。小腿的护腿板是银色的涂装，但是大腿和脚板就是普通的灰色塑料了。掀起你的盖板来。这个偷胶也是没办法了，算了，眼不见为净。官方其实偷懒了，它这一根长长的吊臂并没有做一个2次的折叠，这样的处理显然是草率了。可动我们来玩一玩，头部可以上下略微的点头，360度旋转不是不行，但是要小心不要刮蹭到漆面了。腰部是固定死的，没有办法活动，这一点很可惜。手臂这里有一段关节可以上下微调，但幅度不大。大风车旋转的时候需要往外侧稍微的错开一些角度，它主要是这块盖板会挡住。侧平举超过90度，手臂带有360度的平转关节，这次手肘倒是2段关节可以活动，角度已经算是可以了。拳头这个就不算可动关节了。前后踢腿不受任何干扰，关节也比较紧，不会掉腿。侧踢表现同样也不错，劈腿也很 OK。大腿根部关节可以360度旋转，小腿后踢90度不到一点点，朝内的接地关节非常大。在6位成员中，拖斗的人形一直是我最喜欢的，非常有辨识度，健壮的体格，一看就知道是练健美的，而且整个设定都很干净，没有什么多余的部件。拖斗的脑袋也与其他成员不同，好像就他一个是不戴博士帽的，整个光溜溜的脑袋像一颗卤蛋一样，全银色漆面涂装，眼睛也很有个性，标准的机器人设定。胸口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车头的造型，车灯、驾驶室以及排气管都有。正中间的霸天虎标志也很清晰，手臂纯黑色，轮子也足够大，就是这么干净。腿部按照说明书中的摆法是要把这2处卡扣给解锁的，所以它自然的会形成一些弧度。如果把它都扣好，那就是笔直的，这样不仅不好看，而且几乎是没有任何可动性了。小腿后方尽管没有偷胶，但这2个轮子你好歹折一下呢，也太省成本了。背包只有2块盖板，完全不影响，但是也有问题，它压不到底，会有一些微微的上翘，因为里面没有做卡扣的结
结合，所以怎么压都压不平。太用力，这里又会折断和白痕。你们手上是不是也这样的？看一看它的可动怎么样？头部只能往下藏，不能够上抬。360度旋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腰部同样也是锁死的，难怪它俩要分在同一个套装了，都不能够转腰。手臂这里有一个上下可以活动的关节，大风车旋转没有任何的限制。侧平举标准90度，小臂靠一个球形关节可以自由调整角度，拳头也是没有可动了，前后可以正常踢腿，关节表现也不错。大腿根部关节可以360度旋转，小腿只有一段关节后踢，但比较好的是它里面竟然做了挡漏键，脚后跟可以独立活动，朝内的接地关节一样也非常大，就不怕崴脚嘛。一个摆砸地，一个金鸡独立，它俩配合的倒挺默契，勉强合格吧。一人一把武器，吊钩的武器是整体的，拖斗的武器可以拆分，武器只能手握，人形没有其他搭载的地方。挖地虎单兵作战的能力其实一般，在动画中也很少看见他们两出战的。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他们的变形过程。说到变形，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当然是开始变形，小腿的护板卡扣松开，整个的挑起来。它这一整块绿色的小腿护板依靠的是里面这个灰色的活动关节，我们要把它整个的往上提拉。大脚板这里有个卡槽和这个绿色的凸起相互扣好，再把整个的脚板往上翻，腰间有另外的一个卡扣也要固定好。另外一条腿部也变好之后，就可以把中间的卡扣相互合并起来了。小臂的部分往上回正，这里有个卡扣锁定。肩膀上方这两块绿色的盖板往上翻，利用肩膀的两段关节把手臂整个的往里面缩进去。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拳头不需要收进去，它的腰间和脚板各有一个卡扣的连接，拳头不收进去的话，刚好可以结合好。如果你想尝试把它的拳头收进去，那么脚板的这个卡槽就肯定卡不进去了，而且中间会有一个断层。它的这个设计就是拳头刚好露在外面，作为一个过渡。上面这一整块绿色的部件把它一起挑起来，中间有一个两段关节，把它往后挪，找到后方的卡槽进行固定。抽尾部分的这两块绿色挡板再翻下来，可以把吊钩拉长一点，这个牵引钩放下来，一个搞定了。接着我们来变拖斗，同样也是从腿开始变起，先把小腿的这个卡扣打直，大腿不用扣起来，脚底板收进去。这时利用腿部中间的卡扣把它的双腿合并起来。背包的这块面板先把外侧的这块打开，整个的往上翻，腰部需要解锁，整个的往上挑起来。胸前的这块面板打开，这时就可以把脑袋整个的藏进去了。如果你不把腰进行解锁的话，它的脑袋是藏不进去的。再把胸口的这块面板重新的推回去，卡扣固定起来，背包往上翻，卡扣锁定，形成遮阳板。拳头先塞进去，小臂往前折90度，再把整个肩膀往上折90度。它肩膀下方其实是有两个关节可以活动，一个是这里，里面还有一个关节也可以活动。我们需要利用里面的这个关节把它整个的手臂拉下来。这里有一块黑色的部件，卡扣解锁，这时可以把它的双腿关节打横，这样小臂旋转过来之后，就可以很轻松的和腰部的这个卡扣进行连接了。小臂这个环节的变形说明书画的不是很清楚，第一次在变的时候呢，可能会有点蒙圈，变过一次就知道了。最后只要把小腿的关节往前翻转，利用脚板内侧的两个卡槽和盖板的两个凸起相互结合起来就行了。严丝合缝的做一下微调，4个车轮能够平稳着地。SS86 大电影的拖斗和吊钩我们就都变好了。变形简简单单，对官方这种合体金刚的单体变形就不要抱有期望了。待会儿来看合体设计怎么样。两款小车的还原度都还不错，就是这个绿色太淡了。车型的长度基本一致，从车头算到车尾都是12厘米。拖斗的车型略微的宽那么一点点。车型尺寸同样和铲车与推土机来做一下对比，大小是有明显差异的。推土机的车型是最小的，拖斗是最大的。如果按照真实的设定，拖斗的这个车型还要再大一些。玩具的大小是为了和动画中保持一样的设定，这样看上去比较和谐。吊钩变形成一辆多田野的起重机，最大能吊起25吨重的货物。车型很经典，还原度做得不错。车头很宽扁，驾驶室位于右侧，只占了整个车头1/4的空间。车窗用了紫色的涂装，最前端有4个银色的小车灯，侧方做出了类似于小踏板的细节。侧方有一块空缺，露出了大力神的后脑勺，还有他自己的这一只小手。细节比较偏少，它有一个小楼梯。当然，吊车最主要的看点就是这根机械臂了。它分为2个部分，这根绿色的机械臂长度刚好和车头相符，里面这一根紫色的吊臂是可以伸缩的，只是拉伸的长度非常有限，只有这么一段。
下面这根吊钩前后可以活动，武器可以搭载于机械臂的侧方，理论上两边都可以的，但是右侧被挡住了。但要是你把它抬起来就没这个问题了。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很小的霸天虎标志，后面的这个驾驶室应该是用来操控这根机械臂的。我们可以让它升起来，角度接近90度了，还可以360度旋转。吊车好玩的就是这个地方了，车尾部分挡是挡住了，刹车灯也有预留，但可惜没有涂装。翻到底盘来看，其实就是一个压缩的人形啊。6个车轮的滚动性都很好，玩具也没有拖底的问题，可以随便推车。拖斗变形成一辆翻斗车，最大的载货量为90吨。它的这种车型可以说是我们见得最多的一种工程车了，随处可见。这个车头一看就很结实，正中间有一个醒目的霸天虎标志。它除了这2个银色的大车灯之外，在外侧以及下方还有4个车灯，只是没有涂装而已。车头的细节做得也不错，左侧是驾驶室，车窗同样也是不透明的，前面多了一个雨刮器的细节，右侧是一个类似于排气管的东西，但是它排气管的细节没有做出来，它这里看着像一个连接口。右侧有2个油箱，其他的细节就相对比较偏少了。后面这个翻斗也只是徒有其名，它没有实际的功能。这个翻斗空间非常少，而且中间还是镂空的，基本上是装不了货的。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刹车灯是位于上面的，这2块护膝板没有办法翻折下来，这个设计有点奇怪。翻到底部来看，它的这个小脑袋还藏得挺深的，其他机器人的细节倒不是外露的特别明显。4个大车轮更是滚动流畅，就是推起车来声音有点偏吵。这款拖斗还有一个外接的模式，然后再利用上大力神的胸甲和手臂，把拳头先旋转一下，掌心朝上，再把它收纳进去。这里有个插孔翻出来，把它连接到后方。大力神的这个胸甲左右拆分出来，利用卡槽分别搭载于2侧，中间这个部分则是收纳在底部，然后再把它左右合并起来。但是这个插孔缝隙会有点大，它会比较松动。最后再把小枪卡在侧方，这个就是它的拖车模式了。这个形态在动画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属于官方原创的一种玩法。但是它这个造型不如银件加上配件来的那么自然，它感觉就像是硬加上去的一样。现在这个看上去卡车不像卡车，火车又不像火车，这个是属于什么车呢？长度是增加到了24厘米，就等于增加了一个车型。它后面这个货车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2侧的翅膀可以加速，上面呢有进攻的榴弹炮。装货是装不了了，因为里面都塞满了大力神的组合配件。后面2块车门板的造型倒是做出来了，但是没有办法打开。现在6个车轮滚动性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还可以左右转弯，角度只有一点点，做不到神龙摆尾。车型就是这些玩法了。最后来看一下它俩的合体形态。先来变吊车，武器先拿掉，前面这个吊钩把它收起来，把带有机械臂的这块部分整个的提起来。侧方手臂卡扣松开，往下翻折，把大力神的脑袋卡扣松开，翻到底部，把大脚板整个的翻出来。中间的部分连接着车头和车尾，各自有一个卡扣，我们要把这个卡扣扣松。这块带机械臂的面板从后往前进行平移，然后再分别把车头和车尾往后旋转。它这里都是有一个2段关节，我们要注意把它放平整，然后这样扣进去。先连接车尾部分，然后车头再转过来，中间有一个卡槽，给它相互合并起来。把头部翻过来，刚好有个卡槽，给它固定好，然后再把脑袋往前旋转180度。它怎么没脸啊？先别着急，把头部往上抬，脸抠出来，再平放下去。这有个卡扣固定好，再把这个机械臂往下放平整，转到底部，把这2个大脚板重新归位，卡扣固定好，拳头把它塞进去，这侧的手臂进行归位，另外的这边拳头就保持90度折叠的角度就行了。胸口这里有一个卡槽，把它抠出来，然后再把2边的连接件翻出来。右侧这边先要把这个驾驶舱打开，翻出来之后再重新扣回，这样就是大力神的胸口部件了。把这个拖车的部分2片翅膀和底部的胸甲拆卸出来，重新进行结合。下面2条手臂卡扣先松开，沿着中间往前翻折，卡扣重新合并起来。先把手臂整个的打横，然后沿着外侧的这个关节把它往下翻，然后沿着外侧的关节把它往下折，小臂再平放下来，往内侧旋转90度，再把小臂
往后折，这里有个卡扣相互合并起来，这里也有个卡槽需要固定好。两条手臂都变好之后，把它的大腿关节往下折90度，然后再把小腿往上整个的收起来。整个车顶棚卡扣松开，往后折，这里有2个凸起卡在中间的凹槽内，先把这个卡扣结合好，然后再把上面这一片往下卡扣对准，也同样的扣好，再把它的脚后跟翻出来，卡在车顶的最上方，扣紧之后它就不会松动。这个就是大力神的腹部了。最后这个拖车，把这些配件先全部拿下来，沿着下方的这一块把它整个的全部展开，它有多个关节可以活动，然后再把它往上折，沿着中间的这根轴把这块面板往下折，找到对应的卡扣合并起来，前面的这块面板再往上翻，也是一样的，卡扣固定好，翻到底部来，把它的前裙甲卡扣先松开，然后腿部整个的放下来，裙甲再往下归位，把上面这2个紫色的连接件相互合并起来，这个就是大力神的胯部了。这3个部件要依次进行合并，先把胸部和腹部连接好，它有4个对应的卡槽要进行固定，左边有2个，右边有2个，是相互错位的连接方式，这样可以保证卡扣相对牢固。再把胸甲固定上去，也是有上下2排卡扣的结合。先把下面这个卡扣固定好，再把上面这个凹槽卡进去，中间腰部的连接把它整个的塞进去就好了。后面这一大块屁帘沿着中间这根轴90度往下折，这2个卡槽刚好和腿部相互结合，这样就是大力神的 A 部件了。目前这个状态还只是大力神躯干的部分，还没有完成最终的合体。但是已经能够脑补出大力神合体之后给我们带来震撼的这种视觉体验，颜色其实也还可以，淡绿配深紫，有一种色彩的对比。目前仅仅是大力神的这个躯干就已经有21厘米了，现在这个手感就已经挺沉了，而且卡扣很紧实，完全没有任何的晃动。这片大胸甲是大力神最标志性的一个特征，还有左侧这个长长的吊臂，转到侧方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车轮，体现出了机械的质感。后面这个突出的背包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主要是它还有一块屁帘拖在后面，多少会影响一点可动性。简单的来把玩一下大关节，头部是可以旋转的，腰部旋转是没有问题的，角度完全也是够用了，旋转的时候还带有阻尼感，玩多了也不用担心会松。前裙甲是可以单独展开的，以增加踢腿角度。前后踢腿带有清脆的齿轮关节声响，这个关节好评，前踢时的角度很标准，但后踢就会碰到这块屁帘了。侧踢并没有齿轮关节，比较可惜。膝盖关节往后活动的时候也有齿轮关节，但显然这个声音不及大腿来的那么的清脆，玩起来手感还不错。最后2位成员也出了，你们等着终极大合体吧。这次的吊钩和拖斗套装人形只能说比较一般，毕竟组合金刚都忽略单体的，人形可玩点也不多。车型保留了动画的元素，配色过于偏淡，组合配件可以搭载于拖斗后方，这个造型倒是第一次看到，有点强加上去的感觉。大力神主体已经完成，最后2位成员也已经在制作视频中了，想看合体的再耐心等几天。视频最后一键3连和投币都不要忘了点啊，拜拜。